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真不是网友们造谣，实在是花少中宫俊对李沁的偏爱太明显了。如果说娱乐综艺是一面镜子，那《花儿与少年》《好友记》这一季照出了明星们最自然的样子，也意外映照出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暧昧气息。有时候看一群人出去旅行，比看一场电视剧更有意思。花少这一季从第一期开始就被观众称作真人偶像剧，镜头前的他们不再是角色，而是真实的自己。而在这群人里，宫俊与李沁之间的微妙气场成为了节目的最大亮点。第一次同框的那天，他们一个温润如玉，一个静若秋水。他笑着递过一瓶水，他轻声道谢。那一刻，空气里有种轻柔的温度，像是午后阳光穿过夜隙的光斑，柔软又明亮。他们俩怎么这么有戏？有网友在弹幕里留言。那时大家还只是觉得有趣，却没想到这一演成了整季节目最甜的伏笔。最经典的场面发生在埃及。那天阳光炙热，节目组到餐厅点餐。照理说，导游张雅琪已经负责协调，一切井然有序。可就在陈数提议自己和李沁去占座时，宫俊忽然开口：“小沁陪我，你们去占座吧。”双引号。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愣了几秒。点餐根本不需要3个人，可宫俊偏偏指明要李沁留下，那种自然又带着一点笃定的语气，像是已经习惯他的陪伴，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。李沁也愣了一下，似乎有点不知所措，他轻声问：“要我帮你端餐盘吗？”宫俊笑着摇头，嘴角弯出一抹温柔的弧度：“不用，我来就好。”那一幕明明只是日常的小事，却有种不经意的甜。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他们身上，画面安静又柔和，像极了青春电影里最让人回味的片段。网友们瞬间炸了啊！这不是恋综，是旅行节目对吧？我不信这2个人没点什么。花少居然拍成了偶像剧，还是真情实感的那种。双引号。如果说埃及那场点餐是偶然，那么之后的餐桌画面则更像一种无法隐藏的习惯。宫俊几乎每次坐下吃饭，都会自然而然地坐在李沁旁边，不是刻意靠近，而是那种不约而同的默契。用餐时，他时不时为他倒饮料，帮他夹菜，语气温柔得让人恍惚。坐在另一边的陈数注意到这一幕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那种看穿一切的笑成了节目里最真实的注脚。观众弹幕刷满，姐姐笑得像我们追剧时的表情。陈数都笑成姨母了，说明他懂。这氛围太暧昧了，拜托官方赶紧承认这对 CP 吧。双引号。节目最让人意难平的片段发生在旅途中。那天大家坐在大巴车上，气氛轻松。宫俊侧过头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你在横店的戏什么时候拍完？”李沁抬头笑了笑，说：“还要几周。”宫俊接着说：“那我回横店就找你吃饭。”双引号。语气轻描淡写，却在车厢里回荡得格外清晰。同车的嘉宾都有点愣住，毕竟这不是群体约饭，而是他单独对他的邀请。那种笃定的口气，像是早已在心里盘算过。网友们在弹幕区瞬间集体尖叫：“太公然了吧！这就是偏爱啊！他眼里根本没有别人。磕到了，磕到了！救命，这谁顶得住？”双引号。其实从节目开始，宫俊就展现出细心周到的一面。他会主动搬行李，照顾女生，分担工作，可唯独对李沁的关心总是多了那么一份特别。在面包树餐厅点冰淇淋时，李沁原本想选香草味，但看到大家都选别的，就改了主意。宫俊却偏偏记得他最初的选择，
转头对服务员说：“再要一个香草的。”当李沁接过那杯冰淇淋时，愣了一下，又忍不住笑。那种被默默记住的小瞬间，比千言万语都温暖。还有一次，马思纯因为身体不适，请张晚意帮忙带饭。龚俊马上转头对李沁说：“你也是啊，不舒服就说，我帮你打包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再平常不过，却满是下意识的关心。那种我第一时间想到你的反应，是最打动人的细节。节目里最打动人的场面，不是笑声最响的片段，而是那些不被刻意放大的瞬间。在某个景点排队时，李沁因为找不到门票，急得退出队伍。龚俊几乎是下意识的也走了过去，陪他一起找。找到后，他还帮他检查一遍是否放好。镜头捕捉到他低头，他抬眼的瞬间，画面安静的像一幅画。那种被守护的感觉，让观众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更有趣的是，他从不叫她李沁姐，而是自然地喊小沁。这个称呼既亲密又克制，既不逾矩，也藏着情意。网友评论区瞬间炸锅，小沁这2个字好温柔啊，叫姐太见外，小沁才是懂她的称呼。有时候暧昧就藏在称呼里。双引号。其实花少的迷人之处一直在于它的慢综艺里没有剧本，没有冲突，只有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温度。当明星卸下光环，他们会像我们一样，会犹豫，会害羞，会被一点点关心打动。李沁的温柔不喧哗，她的笑是那种风轻云淡的美。龚俊的体贴不张扬，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出现。这种懂得的感觉是最难伪装的，观众能分辨出什么是真实，也正因为这种真实，才让人如此心动。有网友留言说得很动人：“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故事，但我确定他们在节目里真的温柔地对待了彼此。有些喜欢不需要说出口，看的人都能感受到。希望他们能一直这样，自然又舒服。”双引号。节目的评论区如今几乎成了公理课堂大本营，有人做了表情包，有人剪了他们的同框视频，还有人写了长文分析两人的眼神交流。但更打动人的是那一条条真挚的留言，他们之间那种轻轻的在意，让我想起了学生时代的喜欢，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意，是一点一滴的偏心。好希望现实生活中也能遇到一个懂得自己喜欢香草味的人。双引号。在快节奏的时代里，人们依然会被这样纯净的互动打动，不需要惊天动地的表白，只要一个眼神，一句名字，就足够让人心动良久。在节目最后几期，两人依然保持着那种自然的距离，不近不远，恰到好处。他们不会刻意制造 CP 感，也不会回避镜头。正因为这份真实，反而让人更加确信他们之间真的有某种温柔的默契。有人说，这可能只是综艺里的相处，也有人说，这份偏爱或许会延续到生活中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们在花少留下的那段旅程已经足够动人。就像有网友写的那样，也许节目结束，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剧组，但那份在异国阳光下闪烁的默契会永远留在观众心里。结语：在风雨日光里藏着最温柔的故事。看完这一季的花少，很多人都说自己嗑到了，但更确切地说，人们被打动的不仅是龚俊和李沁的互动，而是那份真挚的关怀。他们让我们相信，原来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说出口，有时候一句你陪我吧，一杯饮料，一次回头，就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也许这就是花少的意义，它不只是带我们看世界，也让我们重新相信情感的温度。在喧嚣的综艺环境里，这样的温柔与在意显得尤为珍贵。所以当网友们说真不是造谣，
龚俊真的偏爱李沁。那不是捕风捉影的课堂，而是一群人真真切切地在荧幕前看见了两颗温柔的心靠近的轨迹。